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九阳的这款新款豆浆机 Y1。这个视频呢，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新款 Y1和次新款 K61豆浆机，以及和更早的老款豆浆机这3款豆浆机的使用感受、优缺点，也顺带一下 Vitamix 打豆浆的一些小窍门。希望对您在选择豆浆机上有所帮助。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并按小铃铛。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这个呢是新款 Y1 的外包装，打开之后呢有英文说明书，是没有中文的，纯英文食谱，还有一个过滤网袋。这个过滤网袋质量呢非常的好，手感比一般的网呢要硬挺，看得出来呢选用的材料也非常的高品质。接豆浆的杯子呢质感也非常的好，是圆形的，底部呢还有防滑凸起的设计，整体造型设计呢沿袭了瘦高型的设计，放在厨房台面上呢占用的空间比较小，整体色调呢为灰黑色，橙色少许白作为点缀，用色呢非常的简约和克制。控制面板区纯黑色，触摸手感高级感十足，整体做工呢非常的精致，面板全英文无任何中文。研磨枪的底部呢为金属涂层质地，和 K61呢差不多，上部呢为玻璃，其中金属和玻璃之间有这个胶圈相连，具体材质呢应该是硅胶。整个腔体呢非常的大，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食材在里面搅拌的状态。上面呢有盖子旋转、关闭和打开，质感和设计细节上呢非常的不错。其中水箱呢在机器的后侧。这款豆浆机呢，第一次使用之前呢，用它自带的清洗功能呢，清洗完之后，然后我们插上电来体验一下磨豆浆的功能。同样也是它是可以用这个干豆来磨豆浆的，不需要去泡发。它这个操作控制面板呢，功能清晰，好上手。但英文不好的朋友呢，要下功夫记住这几个单词。这个机器打豆浆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豆子从固体到液体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直观。打的时候呢，噪音从低到高有多个层次最吵的时间呢也比较短了。按照面板上的功能，它可以做杏仁奶、燕麦奶、奶昔、果汁、豆浆、米浆，还有热汤。它有消毒、杀菌、自清洁功能。容量呢也是同样可选的，缺省单位呢为盎司，不可以改成我们的毫升。它有定时预约的功能，速度呢也有多档可以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和我现在用的这一款 K61在使用感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首先呢，说一下相同的地方，它们这2款呢都是可以直接用干豆来做豆浆，无需泡发。不仅可以做豆浆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奶、米浆、浓汤等等。两者呢可以做出来的豆浆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打多少豆浆就打多少豆浆，但最大的容量呢都是1000毫升，没有办法更多。它们俩都是自带清洁功能的，需要我们自己清洁的地方非常非常少。它们俩同样呢颜值都比较高，都是瘦高型的设计，放在厨房台面上呢不怎么占空间。下面呢我来着重说一下不同的地方首先它们外观和操作界面不同。新款 Y1 呢是全英文的设计，没有任何中文，而 K61 呢是中英文结合。新款 Y1 呢它可以设定您本地的时间，而且呢不会因为插拔插头呢就会改变时间，这个功能非常赞。预约定时方面的话，新款 Y1 呢就非常赞了。我记得之前做过那个 K61， 我当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能改成根据时间来约就好了，不用算倒计时预约时间。现在 Y1 呢就改良了，它可以直接预约到几点。比如想在第二天早上7点钟打完豆浆，那么时间设定呢就设定成7就可以了。而次新款 K61 呢就需要痛苦的算倒计时小时，非常的费脑。这一点呢 Y1 呢更胜一筹。次新款 K61 呢可以做咖啡，新款 Y1 呢不可以。但新款 Y1 呢有热烘消毒、杀菌功能和速度调节功能， K61 是没有的。其他方面的功能选项呢都差不多。单位体积方面，新款 Y1 这款单位呢是盎司， K61 这款单位呢是毫升。两款做出来的最大的容量呢都是1000毫升，满足小家庭使用。其中 Y1 呢附送了滤网过滤， K61 是没有的。Y1 呢可以调节速度， K61 呢就没有选择速度的功能，都是制定好的功能。下面我们专门说一下这个研磨枪枪体大小方面，新款 Y1 呢有玻璃枪体，非常的大，可以直接看到工作时候的食物的状态。
研磨腔体设计不同，新款黑色的外衣呢是金属和玻璃结合设计，其中金属在底部，玻璃呢在上部，中间呢有胶圈相连，胶圈材质应该是硅胶吧，而 K61 呢全部是金属整体设计，没有胶条。这款外衣呢，我用自动清洁功能之后呢，连续打了2次豆浆，都会有一个很重的塑胶的味道，体验感不是很好。问了厂家呢，说是用了一段时间呢，味道会自行消失。我记得用 K61 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啊，打出来的口感呢就非常的正，浓浓的豆浆味道，没有一丝的塑料味道。这一点呢，次新款 K61 呢是完胜。关于这个塑胶味道什么时候会消失啊，我会继续的跟进，到时候会在这个视频的留言区留言。那么这2款豆浆机和这个九阳最老款的豆浆机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呢，自动清洁功能是九阳这2款新型豆浆机的主要的卖点哦。它更适合忙碌的现代人、上班人和懒人，他们俩呢都可以打干豆，无需泡发，想什么时候打呢就什么时候打。传统的老款豆浆机呢，必须要提前浸泡豆子，无法干豆打，而且打出来的话渣比较多，需要手工滤渣，打完之后呢需要自己手工清洁，而且没有办法机洗。但是打出来的容量呢非常的大，最大可以做1700毫升的豆浆和米糊，可以满足大家庭。最后呢，也给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呢总结一下购物的建议。如果你比较勤劳啊，家里人口又多，洗豆浆机呢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或者呢主要是家里老人在用，不会操作那么多按钮，那么可以买最传统的款，无需更新换代啊，用废了再说。本地华人超市、亚马逊和华人生活馆都有售。如果您英文不太好，习惯了中文界面，更习惯用毫升，不习惯用盎司，那呢可以选择次新款K61。这款呢有白色款和棕色款，都比较简单大气，颜值呢都比较高。这个是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定制产品，本地华人超市、亚马逊和华人生活馆都有售。如果你家里人呢英文无障碍，或者中西结合家庭，习惯了盎司单位，你又比较喜欢黑色沉稳的色调，那可以选择这款最新款外衣。它更时尚，更适合西式饮食习惯，其中燕麦奶、杏仁奶啊都是西式里面常喝的奶。这个是九阳专门设计出来针对海外市场的最新的产品，目前呢北美亚马逊和九阳官网都有售。这里啊再顺带提一下，有朋友呢曾经在下面留言问我，用这个 Vitamix 打豆浆呢怎么样，还需要买豆浆机吗？如果您够勤劳的话，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 Vitamix 打出来的豆浆呢口感也很好，就除了噪音大麻烦一点。这里呢也告诉您一个小窍门，就是您可以一次性用这个高压锅多做一点豆子，做熟了之后呢，然后分装冷冻保存，每次用的时候取一小袋，打完之后呢用小锅或者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喝了，这样的话可以更加节省时间哦。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九阳这3款豆浆机的真实的使用感受，优缺点我都收了，毫无保留。我把链接呢都放在视频说明区里面了，可以用我的专属折扣码。总之呢，做豆浆的方法多种多样哦，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了。好了，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对你选购豆浆机有所帮助哦。有用过的小伙伴呢，欢迎留言补充，让更多人受益。最后呢，祝你找到最合适自己的豆浆机。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并按小铃铛。祝大家健康开心，胃口好，我们下个视频见喽。